菲律宾不死心，恐拉2个域外国家加入对局，南海又有变，必将激怒中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。马克思政府自上台后呢，在南海动作明显多了，无论是与美国增加联系，让美军入驻新的军事基地，还是派海岸警卫队巡逻，南海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前不久又有消息显示，菲律宾即将与美国展开联合巡逻，而如今这巡逻还没开始，队伍倒是变得庞大了。菲律宾驻华盛顿的大使表示，当前菲律宾正在与美国协商，让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加入计划中对南海的联合巡逻。据悉，一旦菲律宾与美国在南海的联合巡逻付诸实施，那么也就意味着这菲律宾是第一次加入了南海多边的巡逻，而这样的举动则完全与杜特尔特时期对华战略是不同的。杜特尔特强调呢，针对南海政策有2个明确的点，那就是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，以及与美国搁置南海争议，在其他领域友好相处，加强合作。说白了，杜特尔特政府呢是希望对华友好，同时还不想得罪中国。可马克思政府线下很明显是偏离了。此前菲律宾与中国就仁爱礁发生了对峙事件，而菲律宾方面借此炒作是中国利用激光导致自己致盲。尽管中方给出解释，但菲律宾方面似乎并没有听进去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打算听，而他的目的就是借此事件来针对攻击中国。基于此呢，当时外界部分人就猜测，菲律宾很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的怂恿和忽悠，又或者是仗着有美国撑腰，所以才肆无忌惮与中国叫板。果不其然啊，菲律宾不但与美国在南海准备进行联合巡逻，还试图引狼入室，拉2个美国帮手在南海一起巡逻。这不是在挑战中国底线，又是什么呢？换句话来讲，这就是在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导权。而菲律宾过去一直想要吞并中国的领土，非法占据我国多个南海岛屿的背景之下，还不知悔改。针对此呢，消息人士指出，菲律宾此举必然是会激怒中国的。另外，以美日澳等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呢，以及迫切的想要在南海削弱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力，一旦日本和澳大利亚加入进来，那么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和日澳搅乱南海的一个新抓手。过去只有美国会与南海国家搞联合巡逻，当然这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因为2国已经执行过相关的任务，可日本和澳大利亚完全是域外国家。要是他们也加入进来，不说别的啊，南海的形势就会更加的严峻，而格局也会发生变化。看来上次的仁爱礁对峙事件啊，菲律宾还是没有被中国教训够。而至此，我们不仅需要提高警惕，还要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